男人想要泡顶美挣大钱，想要在这个当今社会啊混出点头目啊，最顶级的玩法呢，外乳内发啊，就是嘴上蛮口仁义道的，但做事儿啊，还有就是你的那些手段啊，必须要整发夹那一套，又狠又准。当然啊，这些都是很浅层的，真正的核心肯定远远不止于此。如果说你曾经啊给女孩子花钱，花了很多个啊，比如说10个以上了啊，对吧？很多兄弟都是嘛。但是这个女孩子她依然不珍惜你，不重视你，甚至都不尊重你。别想了啊，一定是你太儒家了啊！哪怕你平时你感觉好像啊我不儒家呀，我也不怎么绅士呀，但是其实你在她的面前表现就是儒家的。那这一期呢，焦哥想给你们讲的啊，就是什么深度的剖析外乳内发这一套玩法啊。想要快速吃透重点的，结尾我可以给你们附上这个思维导图，好吧 ？OK， 我们先来聊一下儒家。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儒家思想，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啊，还有就是温良恭俭让，对吧？爹妈教你诚信不撒谎，课本教你孔融让梨啊，让你做人要谦让啊，听着好像挺高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实际的生活中，你试试，你跟人谈合作了，你一上来你把成本、把底价全盘托出，你试试，这不叫真诚，这叫做做慈善啊。再比如职位晋升，你好不容易有机会往上走了，你去谦让竞争对手，你猜他会是怎么感恩你的？还是说上位之后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呢？当然，焦哥讲这些并不是让你丢掉仁义道德啊，而是想说什么？你做人可以有风度，但是你行事必须得有锋芒啊，兄弟！你完全照搬儒家，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听话的奴才，你会事事退让，最后你只会退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，卑微的在角落里面当一个老实人，刷着手机里的那些视频，看着别人开豪车泡顶妹，而你什么都不会有。我们再说一下法家。法家在人性这一块确实没得说啊，从古至今呢，帝王都是用法家的这一套，对吧？啊，就是用法家来制定规则制度，来施展强硬手腕。所以像我们当老板的啊，很多兄弟啊，就是当领导的，对吧？都是会比较偏向于法家那一套。但是法家里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你太法家，你会显得非常薄情，你事事都是以利益至上，你拿捏人性，你会树敌太多。可能你很能挣钱，但你真正落难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站出来帮你的。而且在情场上就更行不通了，女人都是感性动物啊，女人是会以感情为先的。你不能说你跟着我，我存款有8个零啊，我一定包你吃香喝辣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那你把他当员工了，他就只能把你当老板哦。你不发工资，那他就会炒掉你的鱿鱼哦。你应该怎么去讲才是正确的？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只不过我比你年长，我多积累了一点财富和经验还有资源，所以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会尽量的帮到你。而且我始终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你未来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番天地。你看，意思是一样的吧？但是你换一个说法，委婉一点，儒家一点，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。更何况现在的优质女生，她各方面条件都是不错的啊，她本身也不是很缺物质的，可能她本来也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做事雷厉风行的，还挺有魅力的啊。但是她一旦跟你接触了，她发现你就是法家那一套，动不动就要吼她去怼她，或者说你就是想要走捷径，用钱去收买她。很多兄弟以为价值交换就是以钱去收买，不是的，女生反而不会买你的账啊。当然焦哥也有办法让她买你的账，如果说你情况比较紧急，我们点对点说这个事儿吧，好吧，毕竟金钱上的东西另外再说啊。当然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我接下来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，就是说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那些大企业家们，他们泡在美女堆里啊，他们一定不是说用钱去吸引人的啊，他们都是会外乳内发的。很多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已经很成功的男士，他们泡顶美是不需要花钱的啊，也并不是说他们很会装，或者说给别人看就可以了，不是的啊。那些女生对他们爱的是死去活来，他们有外乳内发，他们有自己的个人的性张力跟魅力，
可不是你们想的那些什么嘴上说好话，背地里面下黑手，那太 low 了啊！真正的外辱内法是以温润、共情去降低他人的防御与敌意，同时还能以清醒的内核去守住自己的利益，去主导两性关系，这个才是强者的处世之道。我给你们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，好吧？如果你正在追一个顶美啊，他跟你逛街看上了一款这个马牌包吧，啊，跟你说什么这包好好看啊，我想它想很久了，那你买不买 ？OK， 如果说你直接一个字买，那你就纯纯的供养者。他拿到包之后确实会很开心哦，说不定当场亲你一口，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表现都会很好。但是，未来呢？你为了这一口你掏了口袋，那未来你可能就会为了那一口要掏无数次口袋，懂了吗？而且他会要的越来越多，你们俩的相处模式已经定性成一个错误的方式了。所以就算你的这个库都能够兜得住，但是你这种花钱他才能够给你提供这种价值的这种感受，你长期真的能受得了，你真的能够享受于其中，你不会觉得心里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，对吧？没有满足得了你男人的那个征服欲望啊。所以说有的兄弟啊，可能会说什么，那我说不买，我肯定不会给他买的，或者说要买也行啊，那晚上自己来找我呀。那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你们这个有点太法家了啊，会让人下头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就是有钱真的能够做成很多事情，但是啊，很多兄弟你们不要特别的信奉说有钱就行了这几个字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样你们永远搞不到真正的优质的亲密关系啊。话说回来，按照外儒内法的逻辑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你不想花这个钱，那你是可以直接不搭话的啊，转移一下话题。比如说一会儿我想喝杯咖啡，你要美式还是拿铁？那可能有兄弟会说，这不牛头不对马嘴吗？对吧？因为买包本来就不是你的课题，这叫课题分离。你没有直接拒绝他，你也没有找理由说什么太贵了，或者说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你也并没有反驳他说，这个包你确实喜欢很久了，那怎么我看不上啊？不是的，这个叫做外辱。而你压根儿不搭他的话，强势的转移了话题，这就叫内法。你要明白，在社交场上，只有上位者才敢随意的转移话题，而强者的拒绝从来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啊。至于你买不买，看他表现，对吧？可以给他惊喜的呀。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你是愿意买单的，那怎么做呢？蛮简单的，我们还是要照着我们的第一个方式来做，也就是说，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转移话题，但是私底下再去把这个包给买了，因为他表现的好嘛，你愿意给他嘛，对吧？那这个事儿，当他以为好像其实也就提一提，你已经忽略了，或者说这事儿已经黄了的时候，你再给他这么一个惊喜，并且你还可以告诉他，后排给你放了个礼物啊，这个你应该会很喜欢，也是之前你确确实实给到我的感受很好啊，所以说我觉得你值得拥有。在他拿到包的那一刻，他炸毛的那一刻，你再甩他一句，这段时间有你陪着我真的蛮快乐的，所以我很想让你开心，我希望这个礼物能让你开心。那这句话表面上听着很温柔，但是它的潜台词是包买不买是我说了算，前提是你让我开心了，你让我觉得舒服了，所以我才希望你开心所以我才买给你的。那我自然你以后保持着这样做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，对吧？那他自然就知道，如果他让你不开心了，那是不是对不起，你就什么都不会有了？我跟你们讲，女人对这些事情包敏感的，她是懂你是什么意思的，她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的。你就这么去做，这么去讲，那这个包你也送出去了，但你也不是低位的，你也不是那个上供者，而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一个奖励。你们看，同样都是付出，对不对普通男人买包就跟结清欠款是一样的感觉，也就是跟他该这个男人该给。而你如果按照外辱内法这一套玩法，当然玩法有很多种，我刚只是举了其中一种例子其实买包就像是在发放权杖，立规矩，并且这规矩立的呀得双方都满意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，一个只信奉儒家的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确实很难成功因为满身都带着好欺负3个字儿。而只信奉法家的人呢，也挺容易失败的，而且很容易让人下头，觉得他薄情，就是很难跟别人建立起来那种情感链接。但如果说一个人他过于的相信道家，过于相信道家可能就避世了因为他不屑于世俗的成功嘛，对吧？而真正的入世强者，从来都是什么？做儒家人，行法家事，生道家婚。
法家锁喉，儒家捏泪，道家明心，把儒法道三家的思想不断的融合，真正的做到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，亦正亦邪，欲望满身。OK， 视频时间是有限的，给你们每一次传递的这些核心呢，希望你们能够学以致用啊，领悟一下底层逻辑。有时候说实话，我在这里真的讲的比较浅，毕竟讲深了，很多东西没法放出来的。所以如果说你有什么比较具体性的问题，咱们可以点对点啊，随时欢迎。焦哥还是想要送你们最后那句话啊：弱者才会困于情感，强者都是利用人性主导关系的。我是焦哥，下课。